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，我是依赖，又来宜兰定制网买鱼了。这个是之前拍的影片，上片的当下定制渔场还在休息。今天渔获数量还不错，是我最近看到最多的一次。黑轮兄捞了一尾不知道什么鱼，我赶快接过来，是活的老花生，你看它眼睛是往下的。今天大部分都是煎鱼，我看到2尾点干，我拿到了1尾。好久没有吃了，捞过来我篮子里。煎鱼被捕了之后会一直抖动，一直冲撞，撞到整个盒子里面都是血，倒出来的时候会很惊悚。这一桶是活的红干，好东西来的，体型不会太大，很适合家庭处理。黑轮兄还会现场帮你做脑角。我今天买这2尾小的就够了，红干最近吃的很多了。我拿到这2尾鱼的时候，它的眼睛都是朝下的，鱼看起来没有动，但其实都没有死。刺穿脑子给它个痛快，剪开鱼鳃，在回家的途中血会慢慢流出来。这个是花生鲫鱼，或者叫回形啊，中文名称是花生辣。我以前做过，我觉得它肉质蛮紧的，好像密度比较大，或者是鱼骨比较粗哦。同样的大小，拿着感觉比较重。这尾是生科的鱼，这种俗名大多就叫干仔，或者是叫什么瓜。身上有斑点的可能是蓝鳍生或是巴布亚生，我也不太确定这是什么鱼。这个回形纳超漂亮，散发着荧光。我之前做的那一尾没有这么美，背鳍超尖，要小心。我每次看到这个鱼，都会想到我小时候有过一双 Reebok 的篮球鞋，好像是 O'Neal 代言的。那个鞋的侧面的花纹很像那个回形纳，半圆形一圈一圈的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那个是我人生唯一的一双篮球鞋，那时候家境还不错，后来就不好了，就没有买过篮球鞋。这个内脏还可以，蛮干净的，鲜黄色的鱼卵看起来很美味。这个鱼活动力很低，没有什么血，我就懒得灌水放血了，用冰盐水刷洗一下，纸巾随便包一下，放2天。我后来觉得这个应该是巴布亚生，它的侧线跟鳃盖的交界处有白斑，鱼体偏黄，背鳍只有靠后面那一段，胸鳍上面这一段没有背鳍。那深科的鱼活动力比较强，血很多，我就做个放血。我在对比鱼类外观跟名字的时候，看的通常是日本或澳洲的网站，因为台湾鱼类资料库上面的照片跟实际上拿到的鱼落差蛮大的。但它至少能统一鱼类的中文名称以及中文的形态描述，就是在照片的这一段有所欠缺。那现在有 YT 平台嘛，我可以用影片多少补充一下各种鱼类的动态记录。经过2天，鱼打开来看一下，这个鱼已经不是很牢啊，但是整体依然很漂亮。我们多看这些分数很高的鱼，在去市场买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做对比，比这个糟的可能就放了好几天了。今天还是要来讲一下自己的刀。这个刀子的概念是针对一开始从事这项兴趣的人，从前段的放血、割鳃、开肚到取肉、去皮、切片，都能用同一把刀来完成。但是这个刀是有局限性的，就是它只能用来处理鱼，用在其他方面呢就不太顺手。在细项分工上可能没有到100分，但是绝对是可以轻松简便的做出一道生鱼片料理。那很多人很在意刀的钢质，我也很在意，但同时我也在意一把刀有多少肉，应该是说一把刀上面有多少钢材，这决定了你能用多少年。钢材多的话，你可以一直打薄，一直磨短，可以用很久。那我刀子的钢质没有选多硬的，因为越硬的刀，刀锋的锋利度能维持更久，但同时也要花更多时间去磨。我10年前一开始在家做的时候，经常磨刀磨到自我怀疑，我不确定是刀不好呢，石头不好呢，还是自己不好。如果一次要处理很多鱼的人，应该要用很硬的钢质，因为那个刀必须撑过一整天的工作，撑到工作结束之后的保养时间。那杀鱼杀到一半，发现临时要磨刀会很麻烦，所以很多专业厨师都会有好几把刀，
来不及磨刀就直接换一把。如果不是一次要切割很多鱼的人，不一定要买那么硬的刀子。很硬的刀子磨的时候呢，你会搞不清楚究竟是石头在磨刀，还是刀在磨那块石头，很难抓到磨刀的感觉。而且很硬的碳钢刀通常都很贵，如果一开始你感受不到高价带来的性能，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。等你确定这条兴趣你会继续玩下去，或者是你明显察觉到这把刀已经无法满足你了，再去换。所谓人要比车凶嘛，我依照自己的使用情境做设定，我会带去定制渔场啊，或是带去钓鱼。海水很容易让刀子生锈，沾到海水没有马上擦掉呢，过1-2个小时刀就生锈了。所以这把刀呢都是不锈钢的。干仔的背肉我切成块状，我要做成另外一个版本的酸橘腌鱼。我之前做的是秘鲁版本的，今天要做墨西哥版本的，叫做 Aqua Chili。腹肉的部分切成生鱼片，这个肉的光泽跟银皮的感觉看起来很像白干，不特别说的话，完全可以蒙混过去，就是油脂感稍显不足。因为一般外面吃到的白干大多是养殖的，油很足。上一次影片有观众提到，腌鱼用的柠檬应该要用绿柠檬，绿柠檬更酸，效果更好。但是黄柠檬的柠檬油很多，香气更足。我其实没有特别挑选，买到哪一种就用哪一种。我后来买了一台电动榨汁机啊，这个用手挤太累了，我可能会经常做这类风格的生鱼片。这种尺寸的鱼，如果用刀切掉血核，切生鱼片就会变得很小片，我就会选择拔掉中间的鱼刺，然后腹肉跟背肉一起做生鱼片。保留血核肉的话呢，血味会稍微多一点。装了热水器之后，做汤霜生鱼片的次数变多了，用这个很方便，出水口转过来，刚好在这个水槽上面。鱼皮烫熟了就直接切片来吃，另外半边鱼肉做干煎。Aqua Chili 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辣椒水，通常后面会带一个主要的食材，比如说虾子啊、鲑鱼等等的海鲜，其他食材就是水分很多的蔬菜跟辣椒。我准备了小黄瓜跟香菜，当然还要有辣椒，全部都是绿色的植物。原版呢是用很辣的辣椒，但是我是苏拉巴，我不敢用的太辣，我把最辣的部分都刮掉了。这跟 ceviche 不同的地方就是酱汁比较浓稠，然后要很辣。我还准备了一个酪梨，我很喜欢吃酪梨，不是萝莉哦。其实所有的沙拉都可以加，我经常买好事多的酪梨鸡肉沙拉吃，感觉非常营养健康。这一次加入呢，纯粹是因为它是绿色的，菜色搭配起来有一致性，增加一些油脂能够舒缓掉一些辣味，再来一些紫洋葱，泡水一阵子，吃起来会更甜。把绿色的材料用果汁机打烂，不用加水，小黄瓜的水分超多。鱼肉捞出来，跟所有的材料搅拌在一起就好了。柠檬汁最后也全部都加进去了，黄柠檬果然有一点不够酸。这次做完之后，我下次再尝试做虾子版本的，柠檬跟虾子应该也很搭，而且更简单。这个是要配着玉米碎片一起吃的，但我还是没有买到香菜口味的多利多滋 Camgicui， 跟上次那个不太一样，上次那个是融合的。那这是什么口味？绿色的是什么？绿色就是你最爱的香菜，香菜，然后再加辣椒，但辣椒不太辣，我把籽去掉。是不是很妙？微微的酸，不太辣。我下次你加的是什么？辣椒？青辣椒，哦我会配这个吃，这样就够咸。
嗯，你看这个是腹肉的油，这个不要讲的话，可以冒充一下白干。这个是花生鸡，我把中间的刺全部拔掉，它的刺也老花生，对对对，它的刺也不多，总共7根的，很有弹性。对肉，它没有肉转吃，哦。嗯，有一股香味，但我一时之间啊，说不上是什么香味，我觉得好香哦。你吃看看，看你能不能说上来，就是有一股香气，但不是虾蟹香，但很好吃。我去弄了一点脑天肉。两面都治一下哦。哇，我那天拍这个给恒力看，他说怎么那么像牛腱呢？真的哦，因为有一点哎，有一点。散开没了。我刚刚心里面一心一意只有脑天呢，我忘记试吃这个了。肉色也很漂亮。像软绵一点的黄鲫鱼。